2024年，当布协首富宗庆后离世，整个中国似乎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悲伤之中。镜头前是万人空巷的送别，是数不尽的鲜花和赞美，但镜头拍不到的地方，一场围绕着100亿帝国控制权的战争早已拉开序幕。宗家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国家，在争夺战后，资产有可能全部清零，100亿帝国可能完全易主。要想看懂今天这场娃哈哈宗家的豪门恩怨，我们必须将命运的时钟拨回到原点，回到那个决定了宗庆后一生性格和命运的时代。那是中国从民国政府向共产党治下转变的中国，那是一个激荡的年代，无数人的人生一片狼藉，无数人在时代的浪潮中搏击，把握机会，矗立潮头。那个时代剥夺了人性，也给予了机会。无数第一代中国企业家爱那个时代，也恨那个时代。他们快速累积了普通人几辈子都无法获得的金钱，也迷失了那个曾经的自我。1945年10月11日深夜，宗庆后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曾在国民政府任职，这样一个简单的身份标签，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这个受管制对象的家庭成分，成了压在整个家庭身上沉重的枷锁。50到60年代的中国，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人民公社运动的政策失误，1959年到1961年进入到了3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当时中国政治审查极为严格，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年少的宗庆后在学校备受歧视。宗庆后想考当时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为家里减轻负担，却因为这道迈不过去的政审门槛，最终与成为教师的梦想失之交臂。他在日后采访中很少提及年少时政治大局曾给普通家庭带来的这段创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家里连一块好肥皂都买不起。这也是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那代人思想驯化后永远不愿提及的创伤共识。1963年，毛泽东大手一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开启。和千千万万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一样，18岁的宗庆后被下放到舟山群岛的农场，在接下来的15年里，挑粪、种菜、喂猪成了他漫长青春的底色。后来农场关停，全部人员又转到了绍兴茶厂。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除了干部子女可以通过参军逃过一劫，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认命。这是一个极端考验人性的年代，上山下乡磨灭了无数人的意志，却也锻造了宗庆后日后成功的2个核心特质：惊人的隐忍和对改变命运的极度渴望。在绍兴茶厂，当身边人都开始认命，绝大部分都开始建立家庭，决定一辈子留在这里时，宗庆后却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回杭州，绝不能在这鬼地方沉沦下去。父母托人送来家具，让他在茶厂娶妻生子，他断然拒绝。他后来说，我当时很怕，我怕和其他人一样，结婚了就要一辈子待在那里，没法再回杭州了。其实他自己也承认，当时自己是害怕的，害怕自己的人生就此陷入无尽的循环。正是这份偏执，让他直到34岁才成家，也让他的女儿宗馥莉在1982年才出生。下放的这15年的压抑，让他学会了如何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土壤里，像野草一样在缝隙中拼命寻找生长的机会。宗庆后并不是网络小说里常见的主角逆袭，而是向大家展示了真正的中国文革岁月的普通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的艺术。他并不是一个被打压的天才，仅仅只是一个极其适应环境、忍耐力惊人的草根企业家。1978年，中国迎来了经济松绑的春天。33岁的宗庆后终于在这一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杭州。他通过顶职这种极具时代特色的就业方式，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杭州。顶职对于不了解中国的观众来说可能会有点陌生。当时中国是没有私人企业的，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性质，所有的员工都属于计划制，他们就像螺丝钉，是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个人是社会的定制配件。
领职就是父母退休之后由子女顶替父母的名额上班，这样企业的人数就没有增加。这是中国特殊体制下一种特殊的就业方式。当时宗庆后顶替母亲的职位，进入上城区邮电路的一家校办工厂，成了一名送货工人。在那个普遍大锅饭的年代，下班后年轻的同事都是请客吃饭、喝酒聊天，八卦厂区内的生活，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社会主义生活。此时34岁的宗庆后显得格格不入，他不抽烟不喝酒，沉默寡言，却踏实肯干。也正是在这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位退休老师看中了他的人品，给他介绍了一位同样是杭州人，刚从黑龙江下放回来的女孩，比宗庆后小4岁，当时在杭州商业部门工作。她叫施幼珍。施幼珍当时特别喜欢追星，很喜欢一位叫王富丽的电影明星。记住这个名字，它像一个宿命的符号，为20多年后娃哈哈女掌门的登场埋下了命运的伏笔。1982年到1987年，宗庆后一路从送货员干到业务员，在校办商店销售儿童文具、食品。他此时也成为了企业的业务骨干。在工作顺心的同时，1982年1月17日，宗庆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她的名字和妈妈喜欢的电影明星王富丽同音，叫做宗富丽。宗庆后对市场的感觉越来越敏锐。1987年，42岁的她借了14万块钱，毅然承包下一家连年亏损的校办企业，开始卖冰棍和饮料。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真正引爆市场的拳头产品。1988年10月，杭州日报的一条新闻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宗庆后著名营养学家、中共元老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在一次会议上透露，全国有3.5亿儿童和中小学生，其中1/3营养不良。仅浙江省8岁到12岁的儿童中，就有47%营养不良。陈云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被誉为共产党经济统帅和党的元老，也是中国中纪委第一书记。他的夫人于若木一直从事中国营养和健康工作。宗庆后在上班的时候翻看报纸时，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他当时说，哪怕我们只做到1/10，那也是3000万消费者。面对别人只做儿童产品会锁死赛道的担忧，他展现出了一个企业家惊人的商业直觉。在中国，大家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国受尽凌辱，体弱多病，听到的都是霍元甲大战、俄国大力士、陈真踢碎东亚病夫牌匾这类故事。那么营销策略最重要的焦点是什么？民族。在中国，谁能扛起民族这面大旗，谁就占据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民族和孩子，把这两者结合，这就是一台印钞机。想法有了，还需要配方。此时他找到了浙江医科大学的朱教授，为了拿到他研发的营养液配方，宗庆后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他把自己单位分的房子直接送给了这位教授。这份魄力换来了日后家喻户晓的娃哈哈儿童营养口服液。小宝贝上哪儿？饿了没关系，瞧这儿有营养品，红枣、龙眼、莲子、核桃、枸杞、生姜，他们都跑到新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里去了。常喝营养液可以使你变得健壮又聪明，喝吧，宝贝。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由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出品，浙江医科大学营养系监制。凭借铺天盖地卡通形象广告的投放和酸甜的口感，娃哈哈一炮而红。1988年一年就卖了400多万人民币。400万在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概念？当年家里有1万元人民币，被称为万元户，极为罕见。该金额市值相当于现在的接近1亿元人民币，约1500多万美金。到了90年代初，中国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力改税、承包制让大量国企陷入困境。1991年，在杭州市政府主导下，宗庆后的校办企业兼并了一家拥有2000多名员工、濒临破产的国有罐头厂——杭州罐头厂，并把这里改名为娃哈哈。这是一场小鱼吃大鱼的豪赌。
这样不可思议的兼并，在90年代的中国很常见。由于国企普遍效率低下，90年代的时候，很多国有企业经营严重亏损，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此时，很多政府就提出并企业所有制改革，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并购重组案例。当然，期间也伴随着大量的国有资产被低价洗白到个人名下的情况出现。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加拿大籍中文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的案件。这个案件以后狗丁猫单独为您再做一期核定本，欢迎持续关注。面对罐头厂、国企老员工的不服气，宗庆后只用了一招就稳住了人心。他承诺，过去奖金5块，如果大家好好干，奖金提到100、200。重赏之下，仅仅3个月，这家半死不活的工厂就变成了娃哈哈的生产车间。宗庆后的商业帝国正式驶入了快车道。这就是宗庆后的人生第一阶段。故事讲到这里，狗丁猫想谈谈自己对于宗庆后的想法。宗庆后是民国时期出生，他的生日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之后，因此家人给他起名为庆后，即国庆之后。他的人生跨越了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他亲历了新中国开始的一切运动，然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他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和超出常人的魄力，搭上了改革开放这辆快车，从此站上了人生的巅峰。1945年10月出生的他，1958年至1961年正值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跃进，随后便经历了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革期间，伴随着毛泽东提出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他21岁的黄金年纪。这样的经历对于他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后期他的很多事情处理方式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宗庆后日后极端现实，他知道并且亲自经历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因此他很清楚融入体制的真实含义。他选择了融入体制，而非公开对抗体制。他行事沉稳低调，从未在公开场合谈及历史和政治问题。但与此同时，他将自己的全部婚生和非婚生子女都送往美国生活和学习，除宗馥莉一人退掉美籍回国接班，其余的全部美国国籍。宗庆后公开处处以爱国作为自己的标榜，并多次表示送孩子出国是为了让他接受世界最好的教育，将来为国家做事。这在心理学上属于典型的受难后补偿型实用主义者。他的心理机制中存在补偿心理，童年经历贫困，青春期受到压抑，没有学历，因此年轻后的他对于财富极度重视，非常在意安全和成就感。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浪的宗庆后，早已经对于理想主义嗤之以鼻。他日后的行事风格里看得出，他既拥抱体制，又利用资本。他没有绝对的黑白标准，只有对于利益的追逐。在心理学上，越是敏感的人，越需要安全感和归属。因此，加入中国共产党，表态拥护党的一切决议，标榜民族这一系列的操作，是他缺乏安全感的体现。他需要党员这个身份，他心理上入世，而实际生活中却出逃。在行为表现上是自身拥护体制，但子女全部走向美国。工具理性这一层心理机制造成了宗庆后看待一切是不是有效作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需要成为党员，从而成为人大代表，因为这是很多中国企业家选择的成功路径。代表人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后续接触的浙江大学女高材生，并婚外生下第一个儿子，也是在他志得意满对心理创伤的补偿机制，这是对错失青春的弥补。宗庆后经历了文革与下放，在那个阶段的中国年轻人大部分无法正常读书，学历普遍很低。此时这大女大学生的出现，也是对他未曾拥有的青春知识、优雅与社会尊重的弥补。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社会认证。我曾是被下放的农村青年，现在我配得上最优秀的女性。这些我们后续会慢慢说到。强控制欲以及懂得和权力关系保持距离，又懂得借力的个性特点，这也为日后他白手打造商业帝国，成为中国首富，到女儿宗馥莉成长为娃哈哈接班人后，对宗馥莉行事作风的影响。尼采有一个著名的结论：上帝死了，是我们杀了他。
这是哲学经典的弑父理论体现。宗馥莉的成长环境让他必须要经历一场精神弑父，这也是他残缺的童年创伤带来的必然，是父亲让他必须走上精神弑父这条路。那让我们一起回到娃哈哈的金钱帝国故事。就在宗庆后意气风发，准备扩大规模招揽人才时，他应该不会想到，一场改变他个人命运和整个娃哈哈未来走向的相遇，即将在一次普通的招聘会上演。一位浙江大学的年轻女大学生的出现，将为这个刚刚崛起的商业帝国埋下长达30年的爱恨情仇和家族纷争的种子。下一集，狗丁猫将为您揭开娃哈哈帝国内部2个女主人的隐秘战争，以及宗庆后如何布下了一个横跨中美的庞大家族的影子帝国。谢谢您的观看，也希望您能点赞、订阅、点开小铃铛，我们就下集再见。